古代有没有未被阉割的太监呢？首先需要和大家说明，古代肯定是有未被阉割的太监的，比如嫪毐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假太监，他被吕不韦送入宫中，与秦始皇的母亲赵姬私通，还生下了2个儿子。太监其实是我们通俗的说法，准确的表述应该叫做宦官。宦官是古时候帝王的仆人，而且都是男人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，许多宫廷斗争都少不了宦官的参与，他们是我国古代官僚体系当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政治势力。诗经秦风车林中有未见君子4人之令，这样的话，文中的4人指的就是宦官，可见宦官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。另外，《后汉书·宦官传》记载中兴之初，宦官西用燕人，这里的中兴指的是光武中兴，也就是刘秀称帝之后。由此可见，宦官是直到东汉才会被全部阉割的。所以周朝到东汉的这段漫长的时间里，肯定有大批的宦官是没有被阉割过的。宦官全部被阉割也不难理解，因为这宦官基本上是生活在宫廷里面，那么多的美女宦官还经常的穿宫入户，一不小心，这些宦官就很容易和后宫的嫔妃乱搞男女关系，这样一来，皇家的血统就得不到保证了。如果照这么想，那东汉之前的那些没有被阉割的太监们，或许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坦呢。当然，他们身体欠缺了一部分，得不到发泄，任人辱骂残杀，所以就造成了他们偏激的性格。酒色财权往往是男人的4大向往，酒色对于太监们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，因为色和他们已经不沾边了，而在宫里喝酒很有可能误事，从而让他们丢掉性命，所以他们只能从财权方面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在官场上一旦大起财权之心，那这个人就好不到哪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提起太监，脑海当中总是一个奸臣的形象，比如人们熟知的大太监刘瑾、魏忠贤，这些人都让人生畏。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太监不一定全是坏的，得从他们的事迹来具体分析，因为就算是正常人，也会出现贪官污吏。太监由于生理原因，所以心理上的问题比较多，但是历史上仍有一些贤惠的，比如3宝太监郑和，他7下西洋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，建立下了丰功伟业。宦官太监其实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产物，虽然历史上太监乱朝的事情比比皆是，可是天子要保持他的神秘感，还要有人照顾他的日常起居，而且有些话有些事皇帝不方便自己干，那就太监干，而且还要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正。所以呢，皇帝是离不开太监的。一个太监是奸臣还是忠臣，其实主要取决于皇帝是否英明。如果这皇帝不务正业，那么太监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崛起乱政了。所以说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皇帝，而不是在于太监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